大家好，最近有一只认购上限只有500亿的公募基金，认购的金额居然超过了2000亿，再次刷新了中国公募基金募集的单日纪录，连我这位基金老司机都觉得震惊。而且我敢说，大部分人根本都不了解自己买的是什么，基金经理是谁，投资风格是什么样的，就只是听销售介绍了基金的历史业绩表现非常优异，就被饥饿营销了。这位基金经理值得托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抢购的现象？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一天募集2000亿，有这样强的资金号召力，他的名字叫冯波，是易方达研究部的总经理，是一位从业了11年的基金老将了。目前呢，他管理的基金总规模145个亿左右，当然呢，还不包括这支新成立的基金。历史管理的业绩还是可圈可点的，年化回报超过了15%，最近1年的回报率超过了80%。目前呢，管理的3只产品，长中短期的业绩排名都在行业当中排名前20%。应该来说，他是一位经历过至少2轮牛熊转化周期的优秀基金经理。从持仓板块来看，对于包括白酒在内的消费、医药、科技，还有一部分港股的 TMT 相关行业的持仓集中度60%左右，集中度属于中等偏上，换手率是非常低的，只有100%左右，甚至呢大部分时间呢都低于100%。它的产品表现呢，在历史上看，整体回撤会相对是比较大的。比如在2015年股灾期间和在2018年单边下跌行情当中，它的回撤远远超过行业的平均水平。但是好在呢，冯波的回撤修复能力非常的强，只要市场适合他的风格，他也能立马抓住机会，带来超额的回报。因此，对于购买冯波产品的人来说只要做好在单边下跌行情当中可能出现较大回撤的心理准备，把持有的周期拉长，获得超额回报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目前来看，它的持仓偏大盘股，再加个100到200个亿的规模策略容量也还是够的，应该来说还是有能力呢管理得起来的。如果你真的觉得冯波不错，其实有一支他管理了超过10年的基金，叫易方达行业领先混合，可以考察的信息量是更大的，纬度也是更多的，大家呢可以保持关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公募基金被买爆的情况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基金整体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加上呢银行理财收益越来越低，固收产品越来越少，老百姓才开始逐渐的将资金流向了基金。这其实呢也是我们未来对整个资本市场长期看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因为公募基金是标准化的产品，每家代销机构都能卖，而且每家的产品都一样，所以呢各家代销机构包括银行、券商、三方机构在内，都在不遗余力的抢客户。我们听说很多人会接到不同机构的电话，而且早上认购完之后，下午还会接到电话，建议追加认购的金额，以便有机会获得更多比例的配售。其实我想说，这种疯狂的像买白菜的行为反而会让所有投资人的配售比例都降低。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就像这次一样，配售比例大概率呢低于10%，也就是说资金呢超过90%的比例是买不上基金的，而且还要锁定在账上等待份额的确认，白白牺牲了资金的时间成本。特别呢对于资金量比较大的客户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儿。所以各位以后看到推荐新基金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基金经理真的特别的牛，直接买他的老基金就可以了。大部分平台对于老基金都是有认购费的折扣的，打1折也是有可能的。而且老基金可以考察的历史业绩比较长，还可以看到呢最新1个季度的持仓情况，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可以让我们买的呢更加明白和清楚。好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呢点击关注，更多基金和财经的资讯就在智享财经，我是李志，我们下期见。